外婆去世1年後，我第一次把她留下的染譜放進修復燈箱。焦黑的墨頁明明只剩半張，藍色字跡卻一點點浮了出來。7月初3，別用河水。那句話出現得太完整，我甚至來不及懷疑是不是自己眼花，燈箱先啪的一聲熄了。再睜眼時，熱氣直撲臉，我正跪在一口翻滾的染缸旁，2隻手全是藍。門外有人用力拍門，林婉，還愣着做什麼？下供只剩7天，再交不出月白青，這間染坊就保不住了。我低頭看自己的衣袖，耳邊只剩7天2個字。我先沒管自己為什麼會在這裡，抓過牆上的黃曆，又翻開櫃邊賬冊，日期、欠款、下供期限一條條對上，最刺眼的是我在地方志裡看過的那一天，7月初3。林家染坊在現代的地方志裡就是7月初3停業。我原本只把那行字當成歷史，如今它離我只剩7天。林芸娘先連進來，把一疊賬紙放在桌上，前2批月白青都敗了。這次再過不了驗色，染型資格沒了，欠趙家的錢也得拿染坊抵。他沒有嚇我，只是在講已經逼到門口的事。我把賬冊合上，穿越是真是假，暫時都不重要了。7天後林家會到，而我現在就站在這7天裡。真正要先弄清的是月白青為什麼突然染不出來。染坊裡還掛着上一批失敗的布，我把同一批次的幾段攤到窗邊，灰得最重的地方和燒正常的地方並不一致，這不像整張配方一起出了問題。我叫阿和拿3隻小碗來，河水、井水，昨夜接下的雨水各1碗，再裁3塊同樣的布，用同樣的染料，同樣的步驟是。阿和盯着我，這樣能看出什麼？先看誰最不一樣，我把3塊布一起晾開。雨水和井水的顏色都還算穩，只有河水那塊慢慢發暗，像被罩了一層灰。那一瞬間，染譜上的警告終於有了第一個答案。不是叫我遠離整條河，而是在告訴我，河水本身真的有問題。阿和收染具時下意識縮了縮手，我看見他指節附近反覆泛紅，便問了一句。他只說，舊輔料碰久了都這樣，洗幾天就好。我沒接話，只把這件事記在心裡。下午，趙萬奎帶着抵押器進門，他把紙往我面前一推，笑得像在替林家省麻煩。別撐了，你們熬不到初3，現在賣，我還能給個像樣的價。我沒有去碰那份契。7天還沒到，我抬眼看他，林家的染坊，7天後再談。他的笑淡了一點，卻沒有驚訝，反而更像是早就知道結果。趙萬奎一走，我把近2年的取水賬和採買賬全報到桌上。既然河水會讓步發案，而他又這麼確定林家一定失敗，那我就先查清楚，他到底憑什麼這麼有把握。我把每一次失敗的日期一筆筆圈出來，幾個原本毫無關聯的日子，竟反覆落在相同的開閘時段附近。這件事已經不像巧合了。2年的失敗日期排成一列後，規律比我想的更明顯。每隔一段時間，河水取用後的染缸就會出問題，而且大多集中在傍晚。要證明這不是林家自己的記賬偏差，我去了縣學館找舊水冊，才把趙萬奎的名字說出口，陳彥洲就抬手打斷我，先別定人，你有什麼就拿什麼來比。他的態度不算客氣，卻正合我意。我把林家失敗日期推過去，他把公開水冊攤開，2張紙一格格對，幾次出問題的日子，竟全撞上上游就取傍晚開閘。陳彥洲用指節點了點其中一頁，這段就取近2年由趙萬奎承租，但承租只能證明他能用，不能證明髒水是他放的。我點頭，猜對人不等於證據夠用。當天傍晚，我和阿和守在河岸，上游一開閘，原本還算清的水色慢慢變深，接着飄來一股刺鼻味。
阿和皺起鼻子，每次這味道一來，第二天的不就難看。我們沿支渠往上走，最後停在趙家一處整理布料的作坊外。院門關着，我沒有闖。現在要的不是抓個現行，而是留下別人也能重新驗的東西。我在上游先取一瓶，再到出水口下方取一瓶，最後在下游林家常取水的位置再封一瓶。每一瓶都記清時辰和位置。阿和在旁邊看着我封口。第二天，我把水樣交給陳彥洲看，他沒有說趙家有罪，只說這樣才像能查下去的東西。我們的關係也從互相試探變成了有條件的合作。水路有了方向，可染坊自己的問題還在。就算明天能證明趙萬奎放了髒水，我們如果還是交不出合格的月白青，7天後照樣會失去資格。那晚我又抱着染冊做到很晚，凌雲娘直接把冊子從我手裡抽走，先吃飯。我下意識想說等我做完，話到嘴邊，卻忽然想起外婆最後那通電話。她那天也只是說明天回來陪我做完最後一缸。我回的是好，明天一定。可她沒等到那個明天。想到這裡，我沒再爭，把椅子拉開坐了下來。吃到一半，我還是問了染冊缺頁的事，最後那張月白青配方到底怎麼沒的？凌雲娘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才放下筷子，不是燒沒的，是我撕的。我手裡的碗停住了，她看着我，沒有回避。那套舊方顏色最好，也最穩，可裡頭有一味礦料，染工碰久了就病。你爹以前天天守那幾口缸，身體也是那幾年壞下去的。阿和手上反覆泛紅的地方一下浮進腦子，原來我一直想找回來的，不是被時間弄丟的寶貝，而是一張有人明知道有代價，才親手讓它消失的方子。所以你寧可讓林家把看家本事丟了？我問。凌雲娘沒有退，手藝是讓人活下去的，不是讓人替他受苦。要是一定得傷人才能留下，那就不該留。我把染冊重新合上，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放棄了把舊方找回來這件事。我要救的不該是那張缺頁，而是月白青真正有用的部分。我重新列出要求，顏色要到位，牢度要穩，材料要安全，還得是別人照着也能做出來的方法。沒有捷徑也沒關係，至少這次我們不拿人的身體去換一匹漂亮布。代價也很清楚，7天本來就短，現在又少了最快的救路。我只能在剩下的時間裡，用眼前有的材料，重新把這門手藝做出來。第二天一早，染坊裡掛滿了巴掌大的小布條。我把每一塊的底處理、浸染次數、晾多久都分開記，哪一步改了，就只改那一步。阿和看着那排布條直犯愁，照以前的方子整缸做不是快多了？我搖頭，現在我們沒有以前可以照。每失敗一次，至少得知道為什麼。第一輪還沒做完，2家供貨商先後來退單。平常用的灰料和幾味輔料，全都說暫時沒貨。我看着同一天被退回的採買單，不用問也知道趙萬奎開始從供應上卡人。凌雲娘問我要不要去別家高價搶一點，我把原本的採買單折起來，不追。只要還依賴他們控制的料，今天能買到，明天一樣能被掐。我們改翻本地現成的安全材料，一樣一樣試，一樣一樣排掉。有人覺得我是在浪費布，我卻更怕整缸下去才知道方向錯了。到了傍晚，一塊新小樣終於晾乾。我把它和標準色放在一起，已經很接近月白青，只是灰了一層。阿和先笑了，至少這回像了。我也笑不太出來。像，代表方向對了；不夠像，代表工業還是不會放行。剩下那一點差距，已經不是再隨便換一味材料能解決的。凌雲娘站在門口看了那塊布很久，最後只說：“拿給我。”她第一次主動接過我做的新樣。
凌雲娘把偏灰的布捻在指尖，來回看了2遍，料沒大錯，是你太趕。這顏色還沒等開。我原本想問等到底差在哪，他已經走到染缸邊，你記你的，我來看時辰。出缸不是數夠了就算，不吃沒吃進去，得看他。這次我沒有和他爭方法。他說等，我就等；他說翻，我才翻。每一次浸染亮布的差異，我照舊記清楚，但不再把自己的表格當成唯一答案。第2塊小樣晾開時，顏色明顯乾淨了。那個帶一點烏感的藍，和我記憶裡外婆染過的月白青幾乎重疊在一起。凌雲娘把布往窗下一舉，嘴角終於鬆了一點。再試一次，可能真能成。這是她第一次承認，我們不是在瞎折騰。那句話讓我整個人都亮了起來。前面茶水、斷工、缺頁，一件件壓下來，我終於看見一個能真正交出去的答案。可我也很清楚，這個答案靠的是等待。偏偏距離下供越來越近，而我最不擅長的，就是明知道要等，還能不去偷偷搶那一點時間。小樣成功後，我盯着煞漏算了又算。照原本節奏做完整匹，時間太緊。我最後還是動了手，把其中幾輪等待印縮短了。凌雲娘問我是不是快了，我只說差不了多少。那時我甚至覺得，只要整批先做完，後面有問題再補就好。第2天，整匹布一展開，我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原本應該均勻的月白青被大片色花切得斑斑駁駁，根本不可能送去宮宴。阿和站在旁邊沒敢出聲。距離下供只剩2天，這是我們手上最完整的一批布，也是我自己親手毀掉的。我低聲說，是我把等待縮了。凌雲娘沒有罵，只把那匹布慢慢收回來，顏色急不得。人也是。那句話比責備更重。我坐在染房門檻上，第一次把外婆的事說完整。她叫我回家，我說明天。第2天我還沒走，她先走了。這1年我不停接工作，不停修東西。我看着自己染藍的手，我一直覺得，只要我把她教過的東西留得夠好，就能證明那天沒回去不是那麼糟。凌雲娘坐到我旁邊，過了很久才說，少陪1晚，是遺憾。可你要是往後每1晚都拿來罰自己，那就不是在補，是把自己也留在那1晚。我沒有立刻變得輕鬆。那匹毀掉的布還在，2天的期限也還在。可我終於承認，現在要做的不是把一切補成完美，而是別再用同一種技法，把下一次也弄壞。重新開缸時，我沒有再站到最前面。第1輪試染，我把布交給阿和，照我們記下來的做。你來。阿和先愣了一下，我點頭。凌雲娘在旁邊看時辰，我只負責記錄每次出缸、亮布和顏色變化，沒有再提前1刻。等待變得很慢，可這一次我沒有催。到了最後1輪，整匹布從染缸裡提起來，水順着布邊往下滴，顏色乾淨的讓整間染房都安靜了。晾乾後，月白青均勻地鋪滿整匹布，沒有色花，也沒有那層灰。凌雲娘摸了摸布面，只說了一句：“這回可以交。”但我還是不把這當成功。我把記錄遞給阿和，讓他另外重做1塊小樣。要是只有我能做出來，這套方法離真正的手藝還差一步。阿和照着同一份記錄完成第2塊，顏色一樣。那一刻我才真正鬆開肩膀。不是我碰巧救活一匹布，是林家終於有了一套別人也能接得住的新法。我們有了能交的成布，卻還沒解決河水。只要趙萬奎還能控制那條舊渠，今天過關，明天同樣能再被卡住。接下來該輪到那些封存水樣說話了。陳彥洲再來染坊時，報來的是整理完的2年水冊。他把幾家下游染戶的失敗日期壓在旁邊，我們一條條對，幾乎全落在趙家舊渠開閘之後。
我把7天裡封下的水樣、同步小樣和時辰記錄全部擺開。上游、出水口、下游一瓶瓶都有位置和時間，和水測對上後，零散的懷疑終於連成了一條線。陳彥洲問：“現在去找趙萬奎？”我搖頭。私下去，他只要把出水口清掉，再說水樣是我自己弄的，這些東西就會變成一場各說各話。等公驗，我把樣本重新封好，染型的人、現屬見證人都在，讓他們看同一塊布、同一種染法，只有哪一種水會失敗。合格成布我另外收好，和水樣分開放。要證明趙家的水有問題是一回事，林家自己能不能交貨又是另一回事，兩件都得在同一天站得住。所有東西封好後，我反而更安靜了。最危險的不是證據不夠，而是趙萬奎一旦發現我們還有合格布，他在公驗前最後能動的，就只剩那條水路。公驗前一夜，舊渠果然提前開了。天剛亮，林家門前的河水比往常更黑。阿和舀起一瓢就罵了一聲：“這還怎麼染？”我沒有去碰河水，直接打開角落幾口風缸。前幾天做控制小樣時留下的雨水和井水，本來只是實驗的一部分，現在成了最後能用的乾淨水。宋燕那匹照原法做，水只用這些。我把風缸分給阿和和凌雲娘，量不多，剛好夠最後一道處理，沒有第二次機會。另一邊，我又用當天河水做了一塊同步樣本，它晾開後果然發灰，和前幾次失敗幾乎一樣。我沒有丟，反而把它和封存水樣放到一起。這一夜的放水幾乎把當日取水徹底毀掉。可那塊發灰布沒有被我丟掉，它正好補上公驗當天最新的一組對照。出門去公驗前，我最後看了一眼那匹合格月白青，又看了一眼發灰樣布。能不能保住染方，已經沒有重做的餘地了。今天只能一次講清楚。公驗一開始，趙萬奎就先開口，既然林家說自己手藝沒問題，那就先看今天河水染出的布。他的語氣很穩，像是早等着這一刻。我沒有避開，直接把那塊發灰樣布展開。這一塊失敗，周圍立刻有人低聲議論，趙萬奎也笑了。那還有什麼好說？有，我把第一瓶封存水放到桌上，因為同一塊布，同一套做法，換一種水，結果就不一樣。7天裡留下的水樣一瓶瓶排開，旁邊放着對應的小布樣。上游取水顏色正常，舊渠開閘後的出水口和下游樣本發案，時辰也全寫得清楚。我沒有說趙萬奎一定做了什麼，只把能驗的東西放在眾人面前。如果是林家手藝退了，這些布不該只在同一種水上一起出問題。陳彥洲這時才把2年水測與承租資料放上桌。不止林家，這些下游染戶的失敗日也集中在這段舊渠開閘之後，而這段渠近2年由趙家承租。趙萬奎皺起眉，開閘和染壞布就能算我頭上？陳彥洲答得很平，不能。所以請縣署查出水口、樣本、時辰、承租都在，現在只差現場核驗。縣署見證人當場應下查渠。趙萬奎沒法再把問題只推回林家手藝差，便轉了話頭。就算水有問題，下工要的是月白青，林家交得出來嗎？我等的就是這句。我讓阿和把第2匹布展開。月白青在光下鋪開，顏色乾淨均勻，和那塊發灰樣本擺在一起，差別根本藏不住。冉行長事前後看了幾遍，又問：“這是舊方？”我搖頭：“不是，舊方我不要了。”我把缺頁的真相當眾說清。舊月白青有一位會商染工的料，他問：“也漂亮，可林家不會為了祖傳2個字，再把人放進代價裡？”趙萬奎冷笑：“不用組方，誰知道你這次是不是碰巧？”我把記錄推給冉行長室，又讓阿和站出來，他照同一份記錄重做過，結果一樣。
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偶然。長師驗完色，又看過阿和重做的小樣，最後點頭，月白清合格。那4個字落下時，我沒有先看趙萬奎，而是先看凌雲娘。他眼裡第一次沒有擔心。隨後，縣署正式要求停用趙家就區接受查驗，林家抵押的條件也失去了原本那個下供必敗的前提。趙萬奎想提前吞下染房的局，當場被拆開了。我最後在新染冊的試行頁上寫下凌雲娘和阿和的名字。這套新法不是我從未來帶來的審方，是我們一起把不該留下的東西拿掉，再把能留下的部分做穩。7天倒數到這裡才真正停下。林家保住了資格，也保住染坊，而我終於不用靠找回那張危險的舊秘方，證明自己有資格談傳承。公宴結束後，凌雲娘只對我說：“回去吃飯。”我下意識摸到桌邊的筆，差點又說等我把染冊寫完。話到了嘴邊，我停住，把筆放下，先吃。阿和在旁邊笑了一聲，凌雲娘沒說什麼，只把多剩的一碗飯推到我面前。那頓飯很普通，沒有誰談趙萬奎，也沒有誰在算剩下多少時辰。可我第一次覺得，事情做完之前先坐下來陪一個人，並不等於我耽誤了什麼。飯後，我才重新翻開染冊，把安全新法一筆筆寫進去。最後一頁，我沒有補回那張被撕掉的舊秘方，只留下了一句話：手藝可以改，人不要一直等。藍墨在紙上慢慢暈開。下一瞬，修復室的燈重新亮了，我還坐在原來的位置，手裡還捏着外婆的染譜，像只過去了幾分鐘。可那本染譜已經不一樣了。原本燒掉的墨頁後，多了一張厚補的紙，上面的字是我在古代親手寫下的。我重新查清晰林家的地方志，原本那句7月初3停業消失了，換成了另一行：林氏改月白髮，去舊料，傳3代。後面的記載也變了，舊區被重新整頓，趙萬奎失去承租權與吞併林家的機會，受污染的染戶得到賠償，陳彥洲則協助把取水和排水規矩重新理清。外婆沒有回來，那通我答應明天一定回去的電話也沒有被改寫。真正的遺憾還在，只是我終於不再覺得非得用往後每一天去還那一碗。那天我沒有再打開工作檔，我帶着一條用安全工藝染出的月白青圍巾去了外婆墓前。我把圍巾放下，輕聲說：“外婆，我沒有把那張舊方子找回來。”停了一會兒，我笑了，但我知道你為什麼不想讓他回來了。風從墓園的樹間吹過，我沒有再說對不起。不遺憾不是回到過去，把每件事重新做對，是從今天開始，不再把真正重要的人和事留給下一個明天。